我是京城最好打发的真千金，上京讨债，债主没找到，反而发现自己是流落在外的尚书千金。我大大咧咧地说道：“我知道你们不待见我这种混江湖的女子，只要给我100两银子，我立马销声匿迹。” 再不打扰你们的富贵生活。真假千金的话本子我看过许多，我爹娘已经有了一个知书达理、名满京城的长女，还有一个前途无量的儿子。若是我回去，必定影响他们的名声。尚书府无人说话，我以为是自己狮子大开口吓到他们了，犹豫了一下，又说道：“实在不行，你们给我50两，再少确实不行了。因为我师兄等着钱救命呢。”我爹娘没说话，脸上露出为难之色。长姐忽然扑通一声跪下，说道：“爹娘。” 我愿意把婚事还给妹妹，怪不得我突然冒出来，会让他们这么为难。原来是因为我大姐的终身大事。我小时候跟定北侯世子定过亲，但我走丢了好多年，这婚事就一直悬着。半年前，家里和侯府商量过，让世子跟我大姐、弟弟去漠北再找我一趟，要是找不到，婚约作废，别再耽误人家。他们苦苦找了3个月，还是没有我一点踪迹。后来世子被土匪绑走，是我大姐救了他。我弟弟指着大姐腰上的玉佩说：“世子已经把定情信物给大姐了。” 我忍不住瞄过去，居然觉得那块玉佩很眼熟，因为在半年前我也在土匪窝救过一位公子，当时我们都中了毒，看不清东西。后来我叫出毒蝎，这才带他冲出重围。可惜我来的时候弄丢了那玉佩，后来由于时间太匆忙，我也没机会问那公子的底细。大姐看我打量那玉佩，吓得慌忙遮住了。我顿觉无语，我是穷了点，但也不至于当面明抢啊。我挠挠头说道：“管他柿子还是苹果，我全不稀罕，给我50两。” 我立马就走人。我娘却冷冷地质问我：“虽说你跟我大女儿长得像，可这不能证明就是我亲贵人。你有啥真凭实据？既然敢上门，自然打听清楚。”我直接问：“我小时候，夫人是不是曾经给我吃过一株天山雪莲？”我娘算是漠北名将之女，听人说18年前皇上赏给我外公一株天山雪莲，那可是举世无双的宝贝，能解百毒。我一把撸起袖子，露出胳膊上的大小伤疤。我爹娘脸色瞬间大变，我非常有信心地说：“我10岁前在土匪窝里当血参，你们以前在漠北住过，该知道我能活到现在，绝对是靠天山雪莲的药效。”我娘紧绷冷淡的表情瞬间消失，她急忙走上前来，一把抓住了我。我爹也激动地大喊：“是星照，这是咱的女儿！”我弟弟看我非要离开，赶紧走过来跟我解释。我爹娘一开始对我冷淡防备，是因为这些年冒充我的人太多，他们经历了太多次失望，我心里不由得觉得有些酸楚。原来他们并不是不想认我。大姐看这情况，哭着说：“父亲母亲，我愿意把婚事还给妹妹。”说实话，啥柿子苹果的，我压根儿不在乎，救师兄才最要紧。我立马催爹娘拿银子，快去给师兄请大夫。师兄毒一解就要走，他让我留在这。我装作难过的问：“师兄，你不要我了吗？”师兄暴躁的骂：“陈小武，你少在这装蒜，你自己算算，耽误我多少好姻缘，我这几年攒的老婆本全让你吃光了。”我装作更难过，叹气道：“长兄如父嘛，师兄，我真舍不得你。”我师兄揉了揉我的脑袋说：“陈小武，你也别觉得心里有愧，我知道你想留在京城享清福，咱俩谁跟谁，别演了。”我立刻擦干眼泪，丢出1袋银子说：“师兄，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。从今往后，我要做个吃穿不愁的尚书府2小姐。你快走，别耽搁我享福。”等送走师兄，我娘跑来安慰我：“乖孩子，让你师兄离开也是为你好。京城最看重门第出身，你要是总带着江湖做派，母亲真怕别人看轻你。”我娘还怕我一时冲动，真跟师兄跑了。我爹干脆让家里下人日夜盯着我。其实呢，我压根不会跑。混江湖，天天风吹日晒，总是得挨刀，有什么好的？我弟弟满脸向往地说：“二姐，混江湖多好啊！京城日子很没意思。”我斜了他一眼，开口说：“你知道我为啥叫陈小武？”弟弟想了想，好奇问道：“二姐前面有4个同门？”我冲他微微一笑：“对，你真聪明。”弟弟顿时更兴奋了：“那他们人呢？会来京城看你吗？”我摇摇头，直接说道：“都死了。当然，杀他们的人最后全被我俩宰了。漠北的赏金猎人们都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过活的，今天活，明天死。所以我们大口吃肉喝酒，平时从不存钱，也不成婚，日子过得挺潇洒，但没未来。我找权贵人家当靠山，师兄挺替我高兴，因为我从此告别了江湖恩怨。每个江湖人做梦都想过安稳，可惜打从踏入江湖的那一刻就身不由己了。我弟弟听完语塞，我娘照他屁股踹一脚，瞪眼训道：“以后可不许再跟你二姐说这些话。”他拉着我的手往后院走：“过几天母亲带你去赏花宴，到时候你好好见见那位世子。”
我大姐坚持要把婚事让给我，我爹娘商量一番，把我们姐妹俩叫到面前，他们拿出了给我们备好的嫁妆，大姐的比我的多点。我娘苦心劝道：阿渊，别怪母亲偏心，妹妹在外面受太多苦，要是她真看上世子，愿意嫁过去，这门亲事你就该让。大姐立刻表态：母亲，我本就不是您的亲闺女，能过上如今的好日子已经知足。至于婚事和嫁妆，全留给妹妹，我不要。我这才弄明白，原来大姐是我姨妈的女儿。想当年我娘打算跟我爹回京时，姨妈恰好病故，大姐在老家受人虐待，我娘不忍心她受苦，便把她认作亲闺女带回了京城生活。我看着爹娘满脸愧疚，大姐默默流泪。你看这事儿闹的，我好不容易回趟家，嫁人的事反倒成了全家人的心病。我指着大姐腰间的玉佩问道：父亲母亲，这京城里头还有别人有这样的玉佩吗？我爹想了想，开口说：世子的表哥，也就是康王殿下有一块。我想起当年在漠北分别时的场景，那个被我救下的人曾经说过：你若是以后来京城找我，我愿意做任何事情报答你。我当时乐出声了。要是让你以身相许，你也愿意啊？他当时红着脸，像蚊子哼哼般回了一句：我愿意。我听完，大手猛地一挥，非常豪爽地宣布：大姐，这婚事不用让了，我不当世子妃了，我要当王妃了。我爹娘得知我曾在漠北救下康王，都十分惊讶。弟弟满脸诧异地说：这也太巧了，大姐救了世子，二姐救过王爷，两位姐姐全是女中豪杰。提起这个事儿，我其实还真的挺好奇，大姐看样子完全没有练过武，她居然能把世子从土匪窝捞出来，莫非是她懂啥子暗器，又或者是驯兽手法？我赶紧打听：大姐，你是咋救出世子的？当时我跟王爷两眼一抹黑，他早晕了。要不是我能召唤血蝎，算了，还是不提了吧。我养着一只血蝎，还养了一条毒蛇，要是说出来，怕把他们给吓着。弟弟却追着问：二姐，听说在江湖混的人都有个代号，你叫啥？我抬眼望天，装作高深莫测。弟弟满脸向往地说：二姐人美又机灵，擅长用双刀，必定有个仙女般的好名号。实在惭愧，江湖人都叫我蛇蝎女。我急忙岔开话题：大姐，咱们真的挺有缘分，对不对？我娘微微一皱眉，看了看我大姐，不知心里在盘算啥。大姐强挤出笑意说：对啊，真有缘分。晚上我在院子里练刀，敏锐地觉察到我娘过来了，我立马停手，装模作样的拿起书看。我娘走上前，没好气的数落：别装了，书都拿到了。我冲她嘿嘿直笑。我娘拿起我的刀，没吭声的看了一阵，她脱下繁琐的外套，当场耍了一套刀法，我直接给看傻眼了。我娘擦着脑门上的汗，白我一眼，说：你母亲好歹也是漠北大将军的闺女，难不成你真以为我只会相夫教子，讲那些破规矩？我发自内心的夸赞：母亲真是威风凛凛，女中豪杰，不让须眉。我娘自豪地讲：想当年我也是跟着你外公上过战场的，就凭这套刀法，把你父亲那个富贵窝里出来的公子好迷得非我不娶。他回忆起过去，带着深深的怀念。我看他刀法一点不显生疏，就知道他背地里也在一直苦练。我娘拉着我坐下品茶，叮嘱我：小五，母亲特别遗憾错过了你12年的日子，今晚过来找你，其实就是想跟你掏心窝子说说话。伴着我娘慢悠悠的语调，我才明白她并非是一生下来就变成这种妇人。以前的她做事不拘小节，敢说敢做，从来不让自己受憋屈。她跟我爹回到京城，被府里的规矩给憋得快发疯，幸亏我爹争气，一升官就马上搬出来单独住。最开始我娘看不上跟京城圈里的人打交道，别人全在背地里嘲笑她是漠北来的土包子，大姐和弟弟也跟着受人挤兑。后来是你奶奶把我娘叫过去，跟她语重心长的聊了半天。我娘回忆说，奶奶是个绝顶聪明的老人，她说京城有京城的活法，漠北有漠北的活法，真正活得通透自在的人，绝对不会盲目反抗，而是要顺应局势。我娘后来就跟着你奶奶学习咋样当好一个主母，学习咋样跟京城人打交道。慢慢的，我娘也在里面摸出了一些门道。管家就像带兵，也必须用上那兵法36计，跟京圈的阔太太来往，更得审时度势，就如同跟敌方细作打太极。时间长了，我娘就习惯了京城生活，现在混得可以说是如鱼得水。我听完寻思一下说，娘是想告诉我，人活在世上总得装一装，毕竟日子是自己的，世道是别人定的。强龙不压地头蛇，我这只大漠飞鹰进了京城也得装小鸡。我娘扑哧乐了出声，差不多也是这个理儿。我表示懂了，没毛病。我早就在外面吃尽了苦头，绝对能屈能伸。我娘说，反正随口敷衍两句，能把场面糊弄过去就行。我信心十足的开口，娘您放心，我早前混江湖时，跟着大师兄连蒙带骗，懂得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
绝对不让人逮住我的小辫子。我娘听完心疼的抱住我，我明白，人活在世上，说白了就4个字：人情世故。我老爹是礼部尚书，我娘在京城贵妇圈里也是叫得上号的。我还有背景强大的爷爷奶奶，还没出嫁的大姐，以后要谈婚论嫁的弟弟。我这个二小姐，总归得做足表面文章，不让外人低看我一眼。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我娘看我活得这么明白，十分欣慰的笑了。接着，她又仔细盘问了我在大漠救下康王的经过。我简单交代说，当时咱俩中了毒，半死不活的，看不清对方长相。后来我带他跑掉就疼晕了，等醒过来，他早被家里人接走了。遇险时他塞给我的玉佩也被我弄丢了。我娘听罢，仔细琢磨了一下，问：那时候跟着你们一起逃跑的还有别人没？估计还有5个人，里头有个大姑娘，我当时啥也看不见，就听她哭过2声，后来就不吭声了，却默默帮过我。估计是个遇事不慌的性子，遇危机能稳得住气。我娘稍微愣了愣神，紧接着问我：对于你的婚事，你心里咋打算的？我肯定觉得嫁给康王最划算。我私底下跟弟弟打听过康王的情况，绝对是我成亲的第一选择。想明这层，我直接说：娘，我去找康王收账，要是他乐意娶我，我就嫁过去。我娘却反驳：定北侯府才是头等好婚事，他家人口少，侯夫人脾气好，不会苛待你。定北侯也是武将出身，规矩少，最配你。所以明天我肯定会想办法撮合你跟世子，争取让你顺利嫁进去。我回想大姐那失落的表情，忍不住插嘴：但是大姐做梦都想嫁给世子。我娘重重叹气回答：要是必须得委屈你们其中一个，那只能让你大姐受委屈了，毕竟你才是娘生的。我正跟老娘扯着闲篇，突然听到响动，立马扭头盯着大门口。没一会儿，弟弟拎着饭盒过来，纳闷地问：大姐刚刚比我先过来的呀，她人去哪儿了？我跟娘瞬间反应过来，刚才大姐绝对是偷听到咱俩的谈话了。我心里盘算着，明天那场赏花宴，我干脆当着世子和大姐的面把话给挑明了，我绝对不去当那个搅屎棍，毁了他们俩的大好姻缘。我这是头一回参加权贵圈的赏花宴，整个人完全是晕晕乎乎的。这里实在是花团锦簇，景美人更美，这京城的风水可真是太养人了。公子小姐们一个个都非常水灵。老天爷啊，过去那10几年过的到底是啥苦日子啊！我弟弟拿指头戳了戳我，说：别色眯眯的盯着人家看。话一说完，他递给我一把扇子，压低声音说：要是实在想看，就拿扇子稍微挡着点。我娘曾经讲过，这赏花宴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相亲大会，每到开春或者夏天，各种宴席就没断过，就是为了给年轻男女们相看对象。我弟弟向着远处楼阁的方向扫了一眼，他满脸好奇地说：往年办这种宴会，康王殿下从来都不露面的，不晓得为啥今天居然破荒往来了。我盯着桌上各式各样的糕点，忍不住直咽口水。我弟弟看我这副模样，拿了一块塞给我，还不忘提醒我吃的时候稍微斯文点就行。于是我就非常斯文的把一整桌的点心给扫荡光了。我弟弟见状，赶紧吩咐下人又给重新上了一桌。他小声嘟囔着说：你这也太明目张胆了点儿，要悄悄的，这桌顺一块，那桌拿2块，这样才不会太扎眼。我一听就懂了，于是我跑去每个桌都喝上一壶果子酒，喝到最后感觉有点微醺。我弟弟瞅着我红扑扑的脸，极其无奈地说：二姐，你赶紧去湖边吹吹风，散散酒气。娘去找定北侯夫人了，等会儿肯定叫你过去的。他生怕别人撞见我这失态的样子，就领着我找了处没人安静的角落。我直接往花丛里一躺，拿块手帕盖在脸上，就开始呼呼睡大觉。睡着睡着，我隐隐听到一个很生气的说话声。我是打小就跟他定了娃娃亲，可我等了他这么多年，也算得上是仁至义尽了。阿鸾，你别难过了，不管我爹娘怎么打算，我绝对不会娶她的。我抬起头一看，发现大姐正跟一个长相清秀的贵公子站在一起。这人正是我那素未谋面的未婚夫，定北侯世子裴荣川。怎么总觉得看着有点眼熟呢？特别像我救过的那位贵公子。当时我跟那贵公子都中了麻痹无感的毒，眼睛看不见，嗓子发不出声，耳朵也听不见。要不然的话，光凭着长相和说话声音就能认出对方了。大姐动作轻柔地擦了擦眼泪，非常委屈凄凉地说：世子您是知道我的身世的，家里要怎么决定，我也只能乖乖听话。妹妹从小在漠北长大，受了无数的委屈，把这门婚事让给她，也是我应该做的。我听着这话，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味呢？啥叫只能乖乖听话？明明爹娘跟大姐说好的，只是先让我跟世子见个面。如果我跟世子互相都看不顺眼，这事儿就算了。裴荣川十分生气地说道：他受了天大的委屈，
难道就要拿你的终身大事去皮场吗？当初要不是你把我从沙匪窝里救出来，我早没命了。直接让她嫁个排位去吧。大姐一听这话，哭得反倒更伤心了。裴荣川一看这情况，赶紧改口说：“都怪我又提起这档子事。”大姐一边摇头一边劝：“我不后悔救了世子，只是万一让别人知道我曾经被沙匪抓走过，恐怕会传出很多闲言碎语，毁了我的清白名声。”他们俩又拉扯了几句，下人过来传话，两人就一块走了。没过一会儿，弟弟也找了过来，我就跟着他去了。刚到荣安堂，走到大门口时，就听见我娘在跟定北侯夫人有说有笑。侯夫人满脸感慨地说：“当年咱们一起在漠北那会儿，荣川就爱缠着星照玩，天天问我他们啥时候能永远住在一块。我跟他说，等长大成亲就行了。荣川就天天盼着自己赶紧长大。唉，要不是命运捉弄人，他们俩早就成了一对恩爱夫妻了。”我娘叹着气说：“谁说不是呢？”裴荣川板着一张脸，直接开口说：“娘，您怎么总是提这些我都记不清的陈芝麻烂谷子？我听说陈星照是为了他师兄才来的京城。哼，两个人从小青梅竹马，天天腻在一块儿，谁知道这里头藏着多少见不得人的秘密？”我娘眼神瞬间变得无比锐利，死死盯向我大姐。像这种非常隐秘的事情，绝对是我大姐私下透露出去的。侯夫人原本还挺高兴的脸色，一下子就拉下来了。大姐神情看起来很倔强，毫不退让的跟我娘对视着。我看着这一幕，心里暗想，何必闹得这么难看？我心里其实倒没有半点要责怪大姐的意思。对于大姐来说，她只是想要紧紧抓住属于她自己的幸福，不过就是个男人罢了，又不是啥绝世好刀，根本没啥好抢的。弟弟看我半天不吭声，赶紧伸手拍了一下我的肩膀，他压低声音说：“二姐，大姐平常可不是这种爱搬弄是非的人，她可能就是心里有点患得患失。这种事不管换了谁，心里都难免会患得患失吧。毕竟在我还没回来的时候，大姐那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，她估计早就已经把自己当成爹娘的亲生闺女了。如今我突然回来了，她肯定需要时间去慢慢接受。”我冲弟弟摇了摇头，示意他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跟大姐起冲突的。在江湖上漂泊了这么多年，我见惯了人情冷暖，早过了因为一点屁事就发脾气的年纪。毕竟我要是真的生气了，那是会直接拔刀的，结果非死即伤。我大大方方的走进去，非常规矩的给侯夫人请安。她一看到我，眼眶瞬间就红了，立马塞给我一个镯子，感慨地说：“是星照，真的是星照，这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笑起来又招人疼又漂亮。12年过去了，隐隐约约还能看出小时候那漂亮的影子。”我笑眯眯的回答说：“我流落在外面的时候，经常梦见有个特别心善又好看的夫人给我打杏子吃，后来问了我娘，才知道夫人在漠北的时候院里种了棵杏子树。今天一见到夫人，就觉得心里特别亲切，又馋杏子了。”侯夫人忍不住掉下眼泪，一把抱住我，好一顿亲昵。你这丫头啊，从小就是个坐不住的活猴子，天天跟着你伯伯往军营里跑。我听着听着也忍不住跟着掉下了眼泪，以前的事就跟做梦似的，全都变得模糊不清了。可我却能真切想象得到，小时候的我到底有多受宠爱。侯夫人赶紧把裴荣川给叫了过来，裴荣川直勾勾地盯着我出神，他忍不住开口说：“你跟你大姐长得可真像啊。”大姐紧紧抿了抿嘴唇，低头摸了摸戴在身上的玉佩，那块玉佩正是裴荣川送给她的定情信物。就在我们两家人聚在一起叙旧的时候，康王突然到了。他一进门就感觉整个大厅都好像亮堂了3分，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清冷脱俗的人。我定睛仔细一瞧，也觉得他长得有些眼熟，我不由得脱口而出：“裴庶子和康王殿下长得挺像。”我娘一时间显得有些紧张，生怕我失了府里的礼数。康王却十分和气的解释：“我与荣川确实是表兄弟，我母后和他的姨母是双胞胎。”我注意到康王腰上正挂着一块玉佩，跟我前阵子不小心弄丢的信物特别像。我心里犹豫了一下，打听：“便半年前去过漠北吗？您那玉佩是不是送过别人？”康王这边还没来得及搭话，裴荣川先满脸惊讶地问：“陈星照，半年前你也在大漠，你也拿过类似的玉佩吗？”偏偏在这个当口，我弟弟突然吓得大喊一嗓子：“大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”大姐身子猛地晃了晃，差一点就要晕过去。裴荣川眼疾手快，一把将她扶住。大姐满脸煞白，有气无力地说：“我没事，我还挺得住，就是当年在漠北救你时伤了元气，至今没养好。”裴荣川这时候也顾不上别的了，赶紧抱起他去后院休息。康王这才把目光投向我，语气温柔地开口：“半年前我的确去过漠北，不光去过，我还见过姑娘。那阵子你就在我的宅子里养伤，做噩梦的时候还把我的手给抓伤了。”他一边说着，一边挽起衣袖，手腕上果然有一道淡淡的伤疤，这下可不就全都对上号了。分
明就是康王殿下的救命恩人啊！他当初可是亲口承诺过，大恩大德，愿意以身相许的。我便故意暗示他，康王殿下，我如今也到了出嫁的岁数，爹娘正在到处帮我物色呢。康王这个人特别上道，立刻对着我娘客客气气的表态。陈夫人，半年前云逸在漠北与陈姑娘有缘相识，回京城后，每每想起过去，总是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方知思念已经刻进骨子里。陈夫人既然在帮陈姑娘物色人家，不知道您觉得小侄够不够资格入您的眼？我的天老爷啊！你们听听这番话说的，简直太漂亮了！我又忍不住偷瞄了康王一眼。我这个未来的正牌夫君，不但嘴皮子漂亮，长得也是真俊俏啊，就是不知道别的地方漂不漂亮。嘿嘿，我是真没想到康王居然会这么守信用。当天说好要娶我的时候，我娘并没敢一口答应下来，只推脱说得回去跟我爹商量商量。谁知他直接开门见山的问：夫人可是嫌弃我身子骨太差，怕我早早死掉？我娘脸色一阵尴尬，急忙摆手说绝对没有那个意思。康王接着又说，这几年小侄的身体已经好了许多，夫人完全可以请神医过来给我诊脉。订婚前我可以立字据，写下保证书，发誓一辈子绝不纳妾。要是哪天我亏待了二姑家，就让我遭五雷轰顶，不得好死。我情愿把王府的账目钥匙都交给二小姐，而且还可以求我母后降下一道懿旨，将来要是二小姐跟我过得不顺心，可以随时和离走人，王府绝不纠缠阻拦。这一番话说的简直是诚意满分，连我娘听完心里都忍不住有些动容了。我心里正美滋滋的琢磨着，康王就算送我天大的厚礼，也是理所应当。毕竟当年为了把他们这群累赘带出火坑，我的后背可是结结实实挨了一大刀呢。于是我特别干脆的一拍大腿，娘，根本不用跟我爹商量了，这门亲事我举双手赞成。我娘特别无奈的转过脸白了我一眼，她看我这么迫不及待的样子，只好开口：你陪着殿下出去逛逛花园子吧，不用陪着我们在这屋里闷着了。康王寸步不离的走在我的身边，我们俩并排往外面走。我真的完全没有料到他会这么招人瞩目。当我们俩一起走到后花园的时候，原本乱哄哄的园子一下子就变得安静了下来，在场的所有人全都齐刷刷的朝着这边看过来。我心里直打鼓，忍不住勾着头往湖面上照了照，看看自己衣服有没有穿错。康王压低声音对我说：二小姐千万别介意，我这些年出门，身边从没带过姑娘，所以大家才这么好奇的瞅着你。听他这么一说，我立马挺胸抬头站精神了。看吧看吧，可劲儿求吧。没错，本姑娘以后就要嫁给这个绝世大美男了。我瞧着大家那探寻的目光在身上扫来扫去，干脆大大方方转了个圈，让他们瞧个明明白白。结果也不知道是谁没忍住扑哧笑出了声。这位陈家二小姐真的是太有意思了。紧接着，一个打扮的花里胡哨、极其张扬的大美女走上前来，规规矩矩的给康王请了个安。大美女笑吟吟的打听：小叔叔，您今儿个怎么跟陈二小姐凑到一块儿来了？我一眼就认出了她。过来的时候，弟弟特意嘱咐过，这位就是当今皇后娘娘唯一的宝贝女儿袁家公主。康王扭头看了我一眼，好像有些拿不准该怎么回答。我冲着他肯定低了点头。康王那白净的脸上顿时露出了一个十分儒雅的笑容，他慢条斯理、不慌不忙地宣布：陈二小姐正是我的未婚妻，我们两个一块走走，有啥好大惊小怪的？袁家公主顿时惊叫起来：我的天哪！未婚妻？我耳朵没出坏病吧？我一直还琢磨着小叔叔哪天会去庙里当道士呢。您要成亲，而且还是跟陈二小姐成亲，可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他上下打量我一番，接着说：陈二小姐这模样，瞧着可不像会喜欢小叔叔这种要活子的。我听完这话，忍不住笑着回问：是吗？那公主觉得我应该喜欢什么样的汉子呢？袁家公主还真一本正经的给我分析起来。你呀，是个很有深度的人。刚才我可是亲眼瞧见你把一整桌的点心都吃光了，面不改色的，可见是个不在乎流言蜚语的狠人。你走起路来，明明脚下带风，头上的步摇却一动不动，甚至连裙摆的弧度都特别小。这种厉害的走路姿势，我只有在母后身边的五官大统领秦姑姑身上瞧见过。可秦姑姑那是1等1的大内高手，这就说明你必定武功极高。你刚一进园子，虽然看着对啥新鲜玩意儿都好奇，但眼神底下其实没有半点波动，这证明你表面上看着是个开朗的脾气，实际上骨子里特别冷淡。可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像你这么年轻的姑娘，居然会有颗这么冷漠、
完全不被红尘俗世打动的心。袁家公主话说到这里，忽然用力咬了咬嘴唇，脸上有些迟疑，没敢继续往下编排。我则是微笑着把话茬给接了过来。因为我以前吃过太多苦，手底下也杀过太多人，一般的红墙绿瓦、荣华富贵，早就没法让我动心了，对不对？袁家公主脸上的笑模样瞬间就定住了，她一时间居然显得极其局促和害怕。小叔叔叔，我真不是无意要这么编排陈二小姐的。不对，嫂子，您快替我求求情吧！要是小叔叔发起火来，我可真是吃不了兜着走。我歪着脑袋看了看身边的康王，倒也没看出他脸色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，还是和刚才一样，笑眯眯的像春风拂面。康王慢条斯理的训斥：袁家，你不过就是跟着太傅学了几天相面敷衍的皮毛，就敢在广庭大众之下胡乱评评别人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人家愿不愿意让你在这说三道四？袁家公主偷偷斜了我一眼，眼神里写满了可怜巴巴的求饶。我忍不住咧嘴一笑，顺手折了一朵开得正旺的芍药花，直接簪在了袁家公主的头发上。我退后一步，仔细打量一番，由衷赞美：公主有句话可说错了，我呀，并不是不会对凡俗动心，一瞧见公主这种长得跟天仙似的大美人，我这心里也喜欢得紧。满园子的春光，再加上这些金银财宝，都比不上公主半分的相貌。所以说，我这颗心倒也没那么石头做的。袁家公主的小脸蛋唰的一下子就红到了脖子根，她捂着脸，急急忙忙的逃跑了。我跟康王并肩在园子里溜达，不知不觉就走到了一处没什么人的僻静地方。突然间，就听见身旁的康王冷不丁冒出一句：“那我呢？”我抬头茫然看他，啊，你说什么？康王抬手摘下我鬓发间的花瓣，轻声问道：“人人都说我这容貌世间罕见，陈二姑娘有没有为我心动？”他这样问着，脸颊微微泛红，我实在是忍不住试探地握住了他的手。康王没有躲闪，反而立刻又靠近了我一些。康王问我：“这一路上，二姑娘看了好多次我的嘴唇，不知是在想什么？”我脱口而出：“当然是想亲一下了。”康王立刻坐在一块大石头上，仰头看我，双眸清亮地说道：“四下无人，二姑娘随意。”回家的路上，我坐在马车里发愣，弟弟好奇地问我：“二姐，你是摔了一跤吧？嘴巴都磕红了。”他话音刚落，我娘便猛地咳嗽了起来。弟弟连忙给我娘倒了杯茶，就连长姐都羞得满脸通红，唯有我笑眯眯的稳坐不动，心情真是好极了。当时我捧着康王的脸，本想浅尝辄止，免得唐突了人家，谁知道亲上去之后，觉得他嘴唇清凉柔软，根本舍不得松开。我依依不舍的想要放开他时，他却攥紧了我的手腕，不肯松开。康王嗓音低哑的说道：“二姑娘，我怎么觉得亲吻不是这样的？”他越说脸越红。二姑娘别误会，我没有经验，只是听别人说过。他居然没经验，我也没有经验啊，但我好歹见多识广，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？闯荡江湖多年，什么三教九流的场面我没见过。我师兄有过几段短暂情缘，他还劝我：“小五啊，人生在世，要及时行乐。”我倒是也想行乐，可你知道闯荡江湖的都是些什么糙男人吗？要么是10天半月不洗澡的，要么是从不刷牙洗脚的。我有时候烦闷的话，只能自己跑到湖里游泳。师兄调侃我：“小五年纪大了，该找个贴心人相伴了。可惜啊，你眼光高。”想起过往那些什么少庄主、江湖剑侠，只不过拉过小手，搭过肩膀，实在下不去嘴。我见康王这般纯情，清清嗓子，低声说道：“那我可以再亲近些吗？”康王垂下眼眸，轻声吐出4个字：“请你尽兴。”尽兴？我可真是太尽兴了。康王把我迷得神魂颠倒，我俩对视一眼，纷纷红了脸，沉默不语地往外走。分别前，康王问了我一句：“二姑娘，觉得满意吗？”我矜持地说道：“快点敲定婚期，还有往后叫我小五便是。”康王轻轻笑了：“小五，你若不嫌弃，唤我一声云逸。”啧，云逸这名字真好听啊！刚进家门，母亲便心急火燎地将我拽进屋里去。她仔细打量了我一遍，低声问道：“没吃亏吧？”我晃了晃头，我娘这才松了一口气，啐道：“康王本是个洁身自好的，向来克制，过去被太后催得厉害，直接去山里清修，谁知竟是个好色鬼。瞧把你咬成这般！”我暗自心惊琢磨，若不想让母亲继续唠叨，只得让那萧云逸担下这个罪名了。本以为萧云逸贵为皇家子弟，讲究颇多，两家订婚得耗费不少功夫。谁知大家刚吃过晚饭，内廷就派人来了，公公送过来的物件严严实实的摆了满院子都是，单是读那礼单便足足念了15分钟。公公满脸堆笑，恭敬地讲：“给二小姐请安，这些皆是太后娘娘赏给您平时留着使的。娘娘说了，虽然康王催得紧，
可该有的规矩绝不能少。明天他会正经让人来送聘礼。父母亲赶忙应声答允。待公公离去，瞧见小弟瞅着一柄强弓，我遂取过来赠与他。舍弟高兴地喊道：“多谢姐姐。”母亲瞧着这堆宝贝，感触颇深的开口：“你跟康王结缘于塞外，他省得你是武林中人。看今日这名册，既有罕见的兵刃，又有养伤的药膏，料定是王爷特意为你挑选的。”我瞅着不少药瓶，皆是销痕美容的。当初我在王府昏睡之际，他想必已瞧见我满身的旧痕了。父亲也连声夸赞：“王爷确实考虑周全，互相了解挺好。要嫁进门，免得受规矩限制。”全家人其乐融融，偏偏大姐失魂落魄地立在角落。母亲赶紧牵过大姐：“过几天呀，将你的喜事也敲定，咱们家来个双喜临门。”大姐勉强挤出笑：“全凭母亲做主。”我暗想，有些事若总是遮遮掩掩，反倒成心结，倒不如摊开来谈。我冲着大姐言道：“姐，我和裴荣川断不可能有半点牵扯。你安安心心的过你的小日子，休要再愁眉苦脸了。你生得好看，脾气温和，又极聪明。”大姐凝视着我，双眼通红。她牵着我的手步入后院幽静处。大姐沉默良久，低声发问：“你其实认出我了，对吗？”我没吭声。困在贼窝那会儿，我因中毒两眼发虚看不清，可耳朵却变得特别好使。所以大姐刚一开口讲话，我就听出了她的动静。她便是那会儿藏在角落小声抽搭的那个女孩。早前大家能从土匪窝逃命，那丫头在暗中也帮了挺大的忙，至少是靠她牺牲色相，这才让歹徒歇了防备。大姐同样是边关养大的丫头，虽说被这皇城的条框磨掉点野性，但她的性子没变，小的拐弯，胆子够大，人也机灵。大姐满脸颓废的苦笑：“是啊，骗来的物件终究是藏不住旁人的眼。”我伸手拍了下她肩膀，宽慰：“人活一世，也就那么几十年，图个爽利就行。既然干了，那就甭怕东怕西。再说了，哪怕没这茬，我也绝不嫁那裴荣川，我嫌弃他。”大姐抹了抹眼泪，破涕为笑：“你呀，就知道哄我。像你这种豪爽的脾气，哪怕进了侯门，也照样能混得风生水起。小五，多谢你没当众揭穿我。我是真心相中裴荣川了。初到皇城那阵，我因那满嘴的边口口音被人嘲笑，全靠他给我打气，陪我熬过那段难熬的岁月。”我故意唬着他：“老姐，可一定得过得舒心呐。既是我保下裴荣川，他的命就归我管。他要是敢薄待你，我直接剁了他。”大姐扑哧一声乐了，她小声道：“昌王强认恩情，不知有啥盘算？反倒是你，既知他非你救之人，为何又在慈安堂当面出言试探？”我摸了摸发烫的耳垂，傻乐道：“纯属缠他身子，架个套。谁成想这直钩他都咬。”大姐看着我的眼神透着几分眼热：“你这份痛快率真，真叫人眼红。小五，这事确实是我对不住你。虽说你大度不计较，但这恩情我记死了。”我乐了乐，并未搭这茬。可我以往10几年的岁月中，我弄丢了太多的暖意。我不愿看着老爹老娘和弟弟为了大姐的婚事夹在中间。嫁人对大姐来说是天大的事，搁我这儿不过是件无关紧要的摆设。人这辈子要抢要手的物件太杂，让旁人占点便宜又算啥呢？我一起出进家门时，老姐亲自动手给我烧的边关饭菜，她嘴上不言语，暗地里却替我张罗了不少暖心事。这些举动比起那个压根没见面的未婚夫要金贵得多。我跟大姐的喜日子全敲定了，她比我提早半月出门子。老姐脾气踏实，老早就在屋里给自己缝喜帕了。我爸妈成天累得脚不沾地，老怕自个儿哪边操持的不周全，小弟也跟着来回瞎跑，全因爸妈见不得他落个清闲，就剩我成了大闲人，天天赖到太阳晒屁股，爬起来干饭练功，随后换上一套行头，摸去康王府里头。正门我懒得过，嫌啰嗦，我索性爱上了爬墙。谁料今儿刚跳进去，就跟那裴荣川撞了正脸。他满脸吃惊地喊道：“孤男寡女没过门前可是避嫌的，你跑来干啥？”我掸了掸衣服的土渣，一本正经地接话道：“偷宝贝。”裴荣川四下瞅瞅，吓得一哆嗦：“你疯了？跑王府来当贼，叫看家护院的逮住咋整？”我满脸自信的应声：“除了那个萧云烨，鬼都不晓得我顺了东西。”裴荣川一脸错愕的追问：“你打算偷点啥？”我瞅见萧云烨朝我这边晃悠，冲他吹个口哨，笑嘻嘻的搭茬：“偷心啊！”裴荣川脑门上青筋直跳，瞅那架势，恨不得当场掐死我。我凑上去拽着萧云烨的袖口，神神秘秘的咬耳朵：“今夜咱们上河坐船，给你个大惊喜。”后头的裴荣川追上来，急眼道：“表哥，恕我直言，二小姐这嘴未免太油滑了些。”萧云烨一把将我护在身后，语气不善地怼他：“他爱咋样，与你何干？”裴荣川听完这话，
瞪了我一眼，顿时卡了壳。他似是下了好大决心，一咬牙逼问道：“表哥，今儿找你，确实是有件要紧事。那天在边关醒来，你对我说是青莹陪我逃命的，这话可掺假？”萧云逸语气淡淡的应声：“自然不假。陈大姑娘受了伤，昏睡不醒，你中了毒，不省人事。”裴荣川冷哼一声：“表哥这嘴总跟打太极似的，半真半假。我就问你，那天是不是也在庄子上养病？”我总犯嘀咕，那天带我跑的人8成是他。我摩挲着萧云逸的指节，顺势斜眼瞅他：“少在这唧唧歪歪的，是我不是我，你呆咋的？我还就不信你真能为了啥破恩情，就能把一辈子大事定了。打小陪你长大，知根知底的可是我大姐，她为了嫁给你，正乐呵呵在屋里秀盖头，你跑这儿瞎琢磨啥？有这闲工夫，你倒不如买束花钻我家狗洞瞅瞅他。”裴荣川被我这么一顿数落，恼怒道：“你咋是个炮仗脾气，点火就着？就算是你，我也绝不娶你。像你这种野丫头，浑身是刺，太难伺候。”我扑哧乐了，真巧了，我也没想嫁你。再说了，我眼不瞎，我要嫁的就是重阳男人。裴荣川被我气得扭头就走，没迈出几步，他步子一顿，破罐子破摔的嚷嚷：“你家狗洞到底在哪边？”我捧腹大笑的喊回去：“东南角那条胡同里。”等他走远，萧云逸冷不丁冒出一句：“小五，你是不是偏爱性子欢动些的爷们儿？”我纳闷的看他，咋突然问起这个？萧云逸盯着我，憋了半天才开口：“你跟荣川待一块儿，比跟我聊天热闹多了。”我绕着他的脸端详一圈，脸颊发烫的嘀咕：“咱俩凑一块时，嘴哪有空啊？哪腾得出嘴来说话？”萧云逸那脸也跟着慢慢红透了。我俩每回碰上面，也不知中了啥邪。起初聊的皆是正经事，没扯上两句，莫名其妙就腻歪上了，真是愁死个人呢。日子过得挺快，转眼就到了。大姐前脚出门子，裴荣川就陪她回了娘家。瞧他那面相，过得准，错不了。裴荣川瞅着我大姐的眼神里，透着连他自个儿都没发觉的柔情。而大姐但凡提一嘴裴荣川的名号，那眼角都快笑出花了。明明是看对眼的一双璧人，咋就偏偏为了个救恩的名头，拧巴成这样呢？难道就那几个时辰的共患难，还能压过10多年的交情不成？我拉着老弟躲在墙角，偷瞄那两口子陪爹娘寒暄。老弟压着嗓子爆料：“荣川哥早就看上大姐了，就是死鸭子嘴硬，还不是因定北侯老两口老念叨，要是二姐找回来，就让他娶你，弄得这俩人这些年互相憋着，守规矩，一点不敢越界。”我一拍大腿，恍然道：“闹了半天，有了这啥救命之恩的由头，裴荣川立马名正言顺了，终于能光明正大把大姐娶进门了。”老弟顺走我一把瓜子，一脸深沉的点头附和：“我看8成就是这么回事。”我俩正躲着嚼舌根，大姐和裴荣川就走过来了。大姐把小弟打发走，这两口子互看一眼，大姐拉着我的手，眼底闪着泪花说：“小五，成亲那晚，我把当年的底全给荣川透了。”裴荣川满脸懊丧的开口：“我这才知青莹为这边关内查，心里一直不好受。我哪会真为个报恩就把自己卖了？真要答谢，直接甩千把两银子就是。那时候扯什么大恩大德，只能以身相许的混话，全因我真把你当成青莹了。”就是那会儿，我怕青莹心里头不愿意，才故意打马虎眼，没挑明了问。难怪当时这小子一说报恩，就非得要以身相许。我那会儿还偷偷骂他，净给些不中用的破烂，弄半天是把我当成了大姐啊！我干脆把手一伸，理直气壮的喊：“给钱！”大姐竟真塞给我一堆田契、地契和银票。她柔声开口：“这些家当留给妹妹当嫁妆，怕你能过得美满。”裴荣川满脸不爽的抱怨：“我那会儿听表哥讲，救我的是青莹，高兴的直发狂。现在细琢磨，在边关时他就相中你了，这才诚心给我下套。得亏我压根没看上你，不然这岂不是段孽缘？”我算看透这货是真不会唠嗑啊！裴荣川也反应过来，赶紧冲大姐找补：“绝非孽缘，青莹，我心里有你，一直装着你。”这儿哪还有我什么戏份啊？我默默退场了，总算盼到我大婚了。洞房夜，我左盼右顾，总算把萧云逸给等回来了。他喝了点喜酒，急忙洗个澡回来。我俩并排坐在床沿，居然一时找不着话。我摸出一粒小药丸，默默地塞给他。我清了清嗓子说：“你甭怕，谁都有头一回。但我这人呢，还是挺看重夫妻那点事的。我怕你身子太虚扛不住，先吃颗药补补。”向来被我的节奏牵着走的萧云逸，这回居然转性了。他随手丢了药丸，朝着我就扑过来，飘来一阵短笛声。我猛地睁大双眼，麻溜地翻身爬起来。萧云逸也立马被惊醒了。我使劲晃晃头，
套上衣裳就往外走。那萧云逸紧跟在身后，我急匆匆出门，顺着笛声摸到后门，大门口摆着18坛女儿红，原来是我师兄。他怀抱长剑，一身青衫落魄。萧云逸立在我身旁，猛然死死攥住我的手。我瞅着师哥，两眼含泪，正准备说，猛然间从王府里窜出大批暗卫，将我师哥死死围住。我师兄噌的一下把手举起，大吼道：“我不是来抢亲的，公主手，别对着我！啊！我不是陈小武的情人！”他的剑砸到了脚上，哇哇大叫着。我赶紧开口：“他是我大舅，你直接把他当成我爹。”萧云逸紧绷的身子这才微微放松下来。我感动的说道：“大舅，你终于舍得把自己的好酒都送给我了。”师兄摇头叹气：“陈小武啊，你个讨债鬼！老子正乐呵呵跟人调情呢，就收到了你的来信，说是要当王妃了。”我瞪他一眼：“那你为何现在才来？”师兄笑了笑：“咱们小武也算是王孙贵胄了啊，这江湖人不能丢你脸。来时我去老二、老三还有老四坟前上了香，把你的喜事告诉他们。死在一个恶贯满盈的大盗手上，还有总笑眯眯的三师兄死在了追击水匪的路上。至于我家四师兄，我找到他时，他被围剿的只剩半口气。”大师兄仰起头，擦了擦脸：“好了，小武，明年你生辰，再会。”他的背影消失在月色下。我抱起一坛子酒，喝了一大口。萧云逸问我：“我可以请你大师兄到六扇门任职，他在京城安家，这样你们师兄妹便不需要分开。朝廷江湖互不相干，这是规矩。我们赏金猎人虽吃官家饭，可还是江湖人。更何况，只要我活着一日，我大师兄永远有个家。他需要的不是一套宅子。大师兄，盼着明年生辰再见。若不见，那蛇蝎女必会重现江湖，为你报仇雪恨。”我这话讲的掷地有声，觉得江湖气十足。谁知1年后，我大师兄来了，他竟装模作样的呈上拜帖。我目瞪口呆。大师兄舔着脸凑近：“能不能让妹夫给我开个后门，让我去六扇门端碗饭？我相中了一个好姑娘，总得有正经行当才好意思娶人家。”我惊了：“师兄，你不是从小教我朝廷江湖两不相犯，让我绝不要眼红六扇门捕头吗？”大师兄老脸一红：“唉，其实干赏金猎人，谁不想上岸吃公饭？可人家六扇门不是瞧不上咱吗？吃不到葡萄咸葡萄酸，你懂吧？”我还没来得及开口，萧云逸恰好回来了。大师兄赶紧上前，一口一个妹夫叫着。萧云逸沉思了片刻，说道：“你若想做六扇门总捕头，确实有些难，毕竟总捕头有调兵之权，得慎重。不过当个统领……不必，给我个小小的铜牌捕头就行了。”萧云逸拉着我的手问道：“可委屈了他呀？”我翻了个大白眼：“赶紧让他滚！”大师兄立刻肉疼的掏出那件暴雨梨花针：“师妹，送你了。”我顺理成章的塞进袖子里，笑眯眯说道：“铜牌捕头足够了，往后有什么前程，让他自己去闯就是。”等我大师兄美滋滋的领差事走后，我摸出暴雨梨花针，在手里把玩：“这可是我心头肉，若非他出身唐门，根本拿不到这珍贵暗器。我当初为得暗器，潜伏到唐门勾搭嫡系弟子，结果人家看清我图谋，气得下令整个唐门不得给我任何暗器。遗憾，真是遗憾。”萧云逸不动声色的搭话：“哦，如此珍贵吗？”我连连点头：“那是自然，你不是江湖人，不懂。”结果没过多久，萧云逸指着满院子暗器问道：“唐门所有暗器，我都让人送来一份，你仔细瞧瞧，还缺啥？”我惊得下巴都快掉地上了，哆哆嗦嗦问道：“你该不会带兵把唐门给一锅端了吧？”萧云逸无奈道：“六扇门跟江湖帮派本就多有走动，我发话要几件暗器，他们谁敢不从？小武，别忘了，你夫君可是当朝王爷。”我高兴地捧住他脸，吧唧吧唧连亲好几口。正当我满眼放光欣赏暗器时，萧云逸走到我身旁，漫不经心随口问：“唐门派人送暗器时，特意提了一句，绝不能给一个叫陈小武的女人用。”夫人，为夫心里好奇，你当初到底怎么骗人家感情，能让唐门恨之入骨？我随口应道：“嗨，也没多大点事儿，就是为了多搞几种暗器，一口气跟唐门5个弟子切磋，害得他们同门大打出手。唐门长老气得直接在门贴告示：蛇蝎女陈小武与野狗不得入内。”萧云逸沉默了一会儿，循循善诱道：“夫人，咱俩拜堂那会儿，我可是发过誓，若移情别见，必遭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不如你也写份字据，若是你红杏出墙，跟野男人相好，你师兄就出门采购时……”我顿时一阵为难。萧云逸见这架势，淡淡的开口：“既如此，今夜夫人就别进我房了。
我伤了心，得自己慢慢痊愈。这哪能成啊？我写。反正大师兄命硬得很，我在外面动不动就拿他发誓，他现在照样活得好好的。萧云逸郑重地收好誓言书，温柔地哄道：“夫人真听话，今夜咱们一块上西山别院泡温泉好不好？”我想起上个月泡温泉的场景，兴奋的浑身血液直往上冒，谁知鼻子不争气，噌的一下就窜出鼻血了。萧云逸赶忙拿帕子给我擦，无奈的低声嘱咐：“这次你可得悠着点儿。上次我的脖子全是红点，搞得我好些天无法出门做事。我皇兄都专门派人来打听了。”那能全怪我吗？这谁能忍得住啊！我一把贴过去，亲了亲他的嘴唇，心猿意马的忽悠他：“今日天气大好，咱去逛小花园玩好不好？”萧云逸装出一脸为难：“可夫人不是要看暗器吗？”我连拖带拽的哄着他往小花园走，根本顾不上啥破暗器了。直到看见萧云逸沾满一身花瓣躺在小花园的帐篷里，我才脑门发懵的懊悔。不是说要看一天暗器的，怎么又这样了？